燕军，我是赵刚，有2件事向你汇报。12吨冰毒案还不能结案是吗？是。说吧，你小子有什么想法？我想利用丁少华布局引金小杰入境抓捕。利用丁少华？是的。所以你需要丁少华合作。所以我们抓获丁少华的消息千万不能泄露。你想好诱捕金小杰的策略了吗？还没有，但这是个机会。如果能抓获金小杰，我国南部贩毒网络将会遭受我们毁灭性的打击。我们需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？时间，您再给我1个月时间。另外一件事，我们派在金小杰身边的卧底邢天宇下落不明。邢天宇失踪一事，我已经向国际刑警申请支援，但你们这边也不能放弃寻找他的力度，绝对不要放弃。是。丁少华在监控室里表现正常，情绪稳定，也十分配合。他昨天一天都在厂里处理日常事务，下班后和金海见了一面，讨论筹备冰毒厂的事儿。金海也没有发现任何破绽。金海没有提到小黑吗？提到了。他告诉金海说，小黑请了1个月假，回去奔丧去了。他也没有怀疑。安青那边有什么动向？没什么，他很平静，没提任何要求。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怎么样把金小杰诱捕入境？有什么想法都说说吧。我说说金小杰吧，这个人呐是出了名的小心谨慎，特别是得势之后，从来不迈出他的老巢缅甸一步。对，根据国际刑警提供的资料，这28年当中，金小杰没有1次入境记录。如果要诱捕他入境的话，关键的点呢是金小杰如何知道他非来不可。没错，要诱捕金小杰入境，关键是看我们放什么诱饵。我看可以利用金小杰的贪欲，金小杰的摊子铺得太大了，现在收手几乎不可能。与其说贪欲，不如说是控制欲。金小杰不贪财，控制欲。哎，有道理啊。金小杰呢是不甘心长久的与丁少华合作，以他的个性，他是想及早的摸清冰毒的生产技术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倒可以从冰毒的配方下手。我去找丁少华谈一谈，他见过金小杰，应该对金小杰有一些了解。怎么了？他曾经答应配合我们的，我总觉得不靠谱。不见得吧，丁少华现在没有的选择。他如果真的把金小杰给诱来，这是立功表现。那只是立功表现，是否能免死谁知道啊？你说，像他这种人，他肯定能来吗？我真有点担心。你的担心是对的，丁少华是在争取时间，他还想寻找机会，所以对他一定要严密监控，一刻都不能放松。还有一件事，高乐高被金小杰杀害了，而我们的卧底失去了联系，生死不明。最坏的打算，是不是我们的卧底被发现了？不会吧？也许他被金小杰派遣什么特殊任务。不，我还是那句话，多加小心。不管怎么说，生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这件事儿我已经上报上级领导，但我们也要有所行动。得有人去一趟缅甸。我去。我有经验。好。我们到。坐。安青怎么样了？我来不是跟你谈安青的。我知道。你想利用我找金小杰，对吗？
不好意思，我不会给你任何配合。没问题，你可以拒绝合作，我马上就可以结案，很简单的一件事儿。我只是好奇而已。好奇什么呀？你说我吧，我是一名警察，必须忠于自己的职责。我还是一名党员，我必须忠于党。在党需要我的时候，我会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。我宣过誓的。可你呢？金小杰是你什么人？你的老板、崇拜者，跟你有生死之交。或者你还期望金小杰能够不惜生命救你出去？你不用跟我说这些，我跟金小杰呢只是合作关系。合作者？你不会认为金小杰把你当成平等的合作者了吧？别骗自己了。以你的孤傲，不会自欺欺人的把金小杰当成江东了吧？你比我们更清楚，金小杰不是江东。据我们所掌握的情况，在南部地区及缅甸周边的贩毒网络中，还没有谁能够让金小杰心甘情愿地跟他平起平坐。就你，刚刚起步就栽了。我喜欢你看着我，听我把话说完。我不抽烟。我没强迫你抽。你不喜欢被强迫，喜欢自愿，就像这抽烟，但你却自愿地把自己叼在了金小杰的嘴上，自愿地充当他雇佣的毒品制造者。但金小杰不一样，他喜欢控制，喜欢强迫，所以他安金海在你的身边，就像这个打火机，想给你一点我就给你一点，不想给你一点你就这么干叼着。结果呢，你屈从，可能连你自己都没想到，你骨子里也有乐于屈从的劣根性。所以你跟金小杰之间就是雇佣和被雇佣的关系，你所说的合作根本就不存在，你根本就不是他什么宝贝，你甚至连金海都不如。如果他真拿你当成宝贝的话，会考虑到你的切身安全，会把你放在他的身边，会保障你安心的为他制造毒品，你也就不会这么快就被我们抓住。你被捕了，金小杰却毫发无损，你死定了。可金小杰依然可以很风光的活下去，他甚至不会为你掉一滴眼泪，还会骂你弱智。我真的不明白，你到底崇拜他什么呢？我现在开始有点崇拜你了。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那么不真实，让我听着一点都不爽。你应该很爽的，就像金小杰一样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改变主意了。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。我决定陪你一起跟金小杰玩玩。对了，你说你结不结案呢？其实对我来说无所谓的，反正都是死，对不对？想让我怎么配合你？说来听听。